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工作查资料会问 ChatGPT， 搜寻结果上面会先看到 AI 摘要，手机和手机里也越来越多 AI 功能。可是同时心里又有一点不安，他是不是跑太快了？我给他的资料会去哪里？他讲错的时候我真的看得出来吗？你不是特例， Pew Research Center 2026年的调查刚好抓到这个矛盾。49%的美国成年人用过 AI Chatbot， 24%每天用，但63%说的 AI 发展太快。这集我想把这个矛盾讲完整一点，因为 AI 信任危机不只是在问答案准不准，它也会牵到政府怎么管，公司怎么负责，甚至你依赖的模型明天还在不在。先看普及速度，2024年，美国成年人用过 AI Chatbot 的比例是33%，到2026年变成49%。ChatGPT 也一样，2023年只有18%的美国成年人说用过，2026年已经到44%，所以这不是一个还在等待大众采用的工具，它已经变成很多人查资料、写工作讯息、整理想法之前会先碰到的入口。这里要小心，不要把使用率讲成支持率。Pew 这份报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同一群人正在更常使用 AI， 但不代表他们更放心。而且 AI 普及不只发生在聊天框里， Pew 也问了 AI Awareness 和智慧装置。约40%美国成年人有智慧手机，约1/3有智慧喇叭，60%曾经读过搜寻结果顶端的 AI 摘要。这代表一件事，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用 AI， 但他们已经在读 AI 改写过的答案，带住有 AI 功能的装置，或在手机里碰到 AI 建议。这也是信任问题变复杂的原因。以前你可以说我不要打开某个 App， 现在比较像是 AI 建成很多工具背后的一层界面，你不一定看得到它什么时候介入。大家拿 Chatbot 做什么？最主流的答案其实很普通，搜寻资讯、处理工作，还有娱乐。这让 AI 看起来没有那么科幻，甚至有点无聊。可是越无聊，越代表它真的进生活了。另一边，不用的人也不是单纯不会按。Pew 们非使用者为什么不用？83%提到没兴趣，79%担心个资怎么被使用，76%不信任答案正确性，55%才提到不知道怎么用。所以 AI 推广如果只叫 prompt， 会漏掉更大的门铃。人到底凭什么把资料、判断和时间交给他？这里有整份报告里最值得停下来的一点，用得多的人不一定比较乐观。18到29岁的美国成年人，66%用过 Chatbot，30到49岁也有61%，这两组明显高于50岁以上。可是 Pew 同时指出，18到29岁里，约半数认为 AI 对社会会有负面影响，只有13%认为会是正面。性别差距也有类似的提醒，男性和女性使用 Chatbot 的比例已经接近，男性50%，女性47%，但女性更常认为 AI 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会是负面的。也更常觉得 AI 发展太快，这些数字都在说同一件事。AI 信任危机不是谁会不会用的问题，它是风险感、控制感和未来想象的问题。接着，问题就不只是模型本身了。Pew 问到政府和企业时，答案更冷。67%的美国成年人对政府能不能有效监管 AI 备有太多或完全没有信心。59%对企业能不能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 AI 也没有太多或完全没有信心。也就是说，大众不是只在担心 AI 会不会答错，他们也不太相信管 AI 的制度已经准备好。这里就可以接到最近另一个案例 Claude Fable 5和 Mesos 5。Anthropic 在2026年6月9日飞布 Claude Fable 5和 Claude Mesos 5。照 Anthropic 自己的说法，Fable 5是 Mesos Class Model， 给一般使用但加上 Safeguards。Mesos 5是同一底层能力，但在某些领域放宽 Safeguards， 先给一小群 Cyber Defenders 和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rs。然后6月12日 ，Anthropic 发 Statement， 说美国政府以 National Security Authorities 为由，发出 Export Control Directive， 要求暂停任何 Foreign National 对 Fable 5和 Mesos 5的 Access。不管人在美国境内或境外，也包含外国籍 Anthropic 奴工。重点是这个指令表面上针对 Foreign National Access，
但 Anthropic 虽实务效果是它必须对所有客户暂停 Fable 5和 Mythos 5才能确保合规，这就把 AI 信任危机推到另一层。问题不再只停在模型答错一题，整个模型 Access 可以因为国安和出口管制，在很短时间内被拉下线。这段对一般观众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只是偶尔问 AI， 一个模型被暂停，可能就是换一个工具。但如果你是公司创作者、学生，已经把某个模型放进工作流里，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的客服、程式代理、研究流程、字幕检查、简报生成，可能都靠同一个 API 或同一个模型。那信任就不只是它聪不聪明，还包括它会不会突然不能用，我有没有替代供应商，我的流程能不能切换。所以 Fable Mythos 事件不一定代表所有 Frontier Model 都会被拉下线，但它提醒我们， AI 越像基础设施，就越不能只用新功能的角度看它。你要看权限、资料、政策风险，也要看备援。2026年最分裂的现实是，我们一边把 AI 接近搜寻、工作、手机、手库和创作流程，一边开始替它设刹车。科技普及的速度已经远远把大众的信任感丢在后头，这时候要补上的是底线思维，哪种任务可以交给他，哪种答案要自己查，哪些资料不能丢进去，哪些错误一出现就要停手。你也要知道，如果某个模型明天不能用，你的工作是不是还能跑？ AI 时代真正有用的能力，不只会问问题，还会保留批判性信任，知道什么时候让 AI 帮忙，什么时候叫它停下来，也知道不要把自己的判断和整套工作流全部压在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黑盒子上。